话说，在那紫禁城的深宫大院里，权力的滋味比那最甜的蜜还要诱人，谁不想往高处爬啊？您各位瞧瞧，那皇后倒台之后，这后宫里头最大的香饽饽，可不就是那个皇贵妃的位分吗？眼看着甄嬛那是众望所归，只要她点点头，那凤印就得稳稳当当的落在她手里。可偏生在这当口，这位钮祜禄甄嬛娘娘竟然做了一件让满朝文武、后宫嫔妃都看傻了眼的事儿。她把这离皇后宝座只有半步之遥的位子，拱手送给了那个连走路都喘粗气、常年躲在药罐子后头的端妃。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甄嬛是真傻还是假大方？其实啊，这哪是让位，这是她看出了这皇贵妃的位子底下正烧着一把能把人化成灰的暗火呢。今儿个咱们就来拆解拆解甄嬛这招金蝉脱壳，到底是救了谁的命，又算计了谁的心。话说当时的局面，那真叫一个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皇后乌拉那拉氏这棵大树，终于是被甄嬛这把利斧给劈倒了。宫里头那些个见风使舵的、趋炎附势的，哪个不拿甄嬛当成未来的准皇后看？可您各位得咂摸咂摸，这准皇后三个字，搁在平常人家那是光宗耀祖，搁在伴君如伴虎的皇上身边，那可就是一张催命符。这时候的甄嬛，她不是在想怎么庆功，她是在想怎么活命。咱们先盯着这永寿宫的正殿瞧，那地上铺的是寸土寸金的火龙，暖和的让人发腻。可甄嬛的手心里攥着的却是冷汗。她坐在那把黄花梨木的交椅上，手边那盏雨前龙井早就凉透了，她愣是没喝一口。为什么？因为她正盯着镜子里那张画的精致无比，却透着一股子冷冽气息的脸出神。这时候的甄嬛已经不再是那个在碎玉轩里荡秋千、满心只求一心人的小姑娘了。她是钮祜禄氏，是一个在职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顶级高管。您看这细节，甄嬛当时伸出那染着扣丹的纤纤玉指，轻轻拨弄着护甲上的红宝石，那宝石在火光下闪着幽幽的红光，像极了这宫里头流干了的血。她心里头在那儿飞快的盘算呢。这时候皇上心里在想什么？咱那位多疑到了骨子里的皇上，最怕的就是有人功高震主。甄嬛立了多少功？扳倒了年羹尧的妹妹，斗垮了纯元皇后的亲妹子，这后宫里头大大小小的势力，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全看甄嬛的眼色行事。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部门业绩直接盖过了 CEO 的光芒。如果您是老板，您看着手下一个副总把公司上下打理的滴水不漏，连您说话都不如他管用的时候，您是想给他升职加薪，还是想找个由头把他给开了？皇上那双眼睛虽然老了，可毒辣着呢。他虽然在赏赐上没亏待甄嬛，可那赏赐里头藏着多少试探，藏着多少杀机。甄嬛这会儿采取的策略，我管它叫烈火烹油下的冷战思维。什么意思？就是外头火再大，我心里得像冰窖一样冷静。他看透了，这皇贵妃的位子，谁坐上去，谁就是下一个乌拉那拉氏。皇贵妃那是干什么的？那是父后，是代行皇后权力的。一旦他甄嬛名正言顺的拿了凤印，做了那个位子，那他和皇上之间最后那点子夫妻情分，就得彻底变成君臣博弈。皇上会想，你既然已经是父后了，那你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图谋朕的江山？你后头那个红毡是不是已经等不及要接班了？所以说，这皇贵妃的位子对甄嬛来说不是蜜糖，它是砒霜。您各位再仔细瞧瞧甄嬛身边那个崔槿汐的眼神，那也是个老江湖。槿汐在旁边伺候着，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给甄嬛换了一盏热茶。那茶杯碰撞托盘的叮一声响，在寂静的殿内显得格外刺耳。
这声音其实就是个信号，预示着甄嬛要把这局棋给搅浑。甄嬛为什么要选端妃？咱们把镜头转到那常年药味不断的延禧宫。端妃那身子骨，您是知道的，走3步传2步，一年到头没几天是清醒的。可就是这么一个残疾人，他却成了甄嬛手里最完美的一张牌。在职场上，如果你太强了，你就得找一个看起来德高望重但毫无实权的老同志出来顶大梁。端妃进宫早，资历老，当年在王府的时候就是那老几位之一，连皇上见了他都得客客气气的，这叫资历天花板。可他又有短板，他没孩子，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了。他没身体，那副身躯早就被华妃的一壶红花给败空了。这样一个人当了皇贵妃，皇上放心，皇上会觉得朕给了一个受尽委屈的老臣一份体面，朕是个人君。而甄嬛呢，她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出去，自己退到后面，这叫隐形控制。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种智慧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也用得着。家里婆媳矛盾，或者跟妯娌之间争家产，有时候你表现得最强，跳得最高，往往死得最快。真正聪明的人是把那名头让给那个最没威胁的人，自己却握着家里的存折和钥匙。甄嬛这一招不仅是给自己找了个替死鬼，更是给自己修了一道防火墙。这道墙挡住的是皇上那多疑的火，也是后宫嫔妃们极恨的剑。这还没完呢，甄嬛在永寿宫里这一坐就是一宿，她想的可不只是这一个位子，她想的是这大清朝以后几十年的走势。她知道皇上的身子骨不成了，这就像是一个老牌企业的掌舵人快不行了，这时候各方势力都在盯着接班人的位置。她如果这时候当了皇贵妃，那他的儿子弘瞻就成了最显眼的靶子。那些个野心勃勃的皇子，还有他们背后的势力，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所以他得退到那个阴影里去。这种退半步的艺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是得把心里的贪欲生生给掐灭了，才能换来的清明。您看，当甄嬛第2天去养心殿，跪在皇上面前，温婉如水，情真意切的提议让端妃姐姐进位皇贵妃的时候，皇上那个眼神，先是惊讶，接着是欣慰，最后变成了一种深深的，甚至是带着愧疚的信任。皇上心里肯定在想，朕的甄嬛果然是不一样的，她不贪权，她懂朕的难处，她还顾念旧情。您瞧瞧，这一让，名声有了，信任固化了，实权也没丢，还顺带手还了端妃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一石三鸟的局，除了甄嬛，这后宫里还有谁能布得出来？可您各位也别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圆满了。这端妃接了这封印，真的是心甘情愿去当这个挡箭牌吗？在那重重药物之后，端妃那双浑浊却又精明的眼睛里，到底闪过的是感恩，还是那种兔死狐悲的悲凉？这权力交接的背后，其实还藏着一笔关于生存成本的账。在那个吃人的深宫里，每一次升迁，其实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寿数。甄嬛把端妃推上去，实际上也是在利用端妃最后的那点残余价值，去填补权力的真空。这种冷酷藏在温情脉脉的姐妹情深底下，才是最让人后脊梁发凉的地方。咱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局棋的第一步。甄嬛通过这一退，成功的把原本对准自己的枪口引向了一个虚无的目标。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功成身退的贤妃，却把真正的杀招藏在了那句皇贵妃姐姐言之有理的低眉顺眼中。这就好比在那风口浪尖上，甄嬛给自己披上了一件半透明的斗篷，看似消失了，实则无处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后宫的戏码可就不再是明面上的肉搏了，而是那种杀人不见血的心理暗战。您各位先喘口匀气儿，
喝口茶。咱们第一部分的拆解就先到这儿。靠他甄嬛一个人在皇上跟前吹风是不够的，还得这接盘侠端妃愿意伸这只手。您各位咂摸咂摸，端妃是什么人？那是打王府里起就跟着皇上的老人儿，经历过华妃那壶夺命红花的摧残，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20多年，他能是那没脑子的绣花枕头吗？这正文的第二部分，咱们就得细细拆解这病榻上的战略合伙人之间那场不动声色却能让人冷汗直冒的心理拉锯战。话说那是一个天阴的发愁的午后，甄嬛平退了众人，只带着锦汐轻手利脚的进了延禧宫的内室。您各位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屋子里昏暗得很，窗户缝都被塞得死死的，就怕那丁点凉风吹着了这位药罐子。端妃斜靠在那个磨损的都没了亮光的银枕上，手里攥着一张帕子，咳得那是惊天动地，仿佛要把那最后一点废气儿都给咳出来。甄嬛坐过去，没急着开口，先是亲手接过那碗黑乎乎冒着苦气的药汁，拿着银池子轻轻搅和着。那叮当叮当的撞击声，在寂静的能听见灰尘落地声的屋子里，听着就像是催命的钟摆，又像是某种秘密协议的敲门声。甄嬛为什么要亲自来？这在现代职场里就叫高管面对面的闭门会议。这时候的甄嬛手里握着的是一个足以改变后宫格局的职位名额，而端妃则是她千挑万选出来的最佳代理人。甄嬛看着端妃那张蜡黄没丁点血色的脸，心里头转的可不是什么同情，而是在评估这个女人到底还能撑多久。她的脑子是不是还像当年帮我指认木薯粉时那样够用？甄嬛开口了，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动了梁上的灰尘。她说的是：姐姐，这后宫的担子，臣妾一个人实在是挑不动了。您听听，这话术多漂亮！她不明说要送位分，她说的是自己累了，这叫示弱是试探。端妃那是什么眼力劲儿？她停了咳嗽，那一双藏在松弛眼皮底下的眼珠子忽然蹦出一股子金光，就像是枯木里钻出的火星子。她看着甄嬛，心里头也在算账呢。端妃心里清楚，甄嬛这会儿如日中天，怎么会突然喊累？这累是累给皇上看的，更是累给天下人看的。端妃心里那个小算盘拨弄得比谁都响，甄嬛这是要找个挡箭牌，而我这个半死不活的人就是最合适的盾牌。但这盾牌可不是白当的，这背后是一场关于晚年保障和家族尊严的极致交换。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其实就是职场里最常见的一种战略合伙。甄嬛有资源，有手段，有未来，但她现在太扎眼，需要一个资历深厚的老前辈出来站台，帮她消解那些来自老板和同僚的敌意。而端妃呢，她有资历，有辈分，甚至有皇上那点子微薄的愧疚感，但她唯独缺了一样东西：生存的确定性。她这副破败身子，要是没个高位分撑着，等皇上哪天一闭眼，她在这宫里头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所以这皇贵妃的位子对甄嬛来说是烫手的山芋，对端妃来说却是这辈子最后一张保命符。甄嬛放下了药碗，眼神里透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果决。她开始给端妃拆解局势。她没说这官多大多威风，她专捡那痛点渣。她提到温宜公主，提到这孩子以后出嫁的体面，提到在这宫里头名正言顺4个字值多少斤两。您瞧瞧，这就是抓住了对方的软肋。端妃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孩子，好不容易得了个温宜，那是当命根子疼的。如果她只是个寻常妃位，将来新帝登基，温宜那就是个没娘疼的野公主。可如果她是皇贵妃，那就是正儿八经的皇考皇贵妃，温宜的婚事前途那就有了铁打的靠山。这种心理拆解
简直是把人性的幽微处都给照得透亮。端妃那枯瘦如柴的手，慢慢地附在了甄嬛的手背上。那两只手，一只如玉，一只如枯木，在这一刻，却像是某种契约的盖章。端妃没说谢，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既然你觉得我这身老骨头还派得上用场，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吧。”这话听着丧气，其实是老辣到了极点。他告诉甄嬛：“我知道我在帮你挡枪，我也知道我在利用你保全温宜，咱们这买卖成交了。”在现代人看来，这叫什么？这叫资源整合下的共生关系。在职场里，有时候你得承认，那个天天请病假不干活的老同志，可能就是你能否坐稳江山的那个关键补丁。甄嬛通过这一番密谈，不仅给自己找好了退路，更重要的是，她收服了一颗死心。端妃这种人，一旦上了甄嬛这艘船，就再也没有下船的可能了。因为皇贵妃的位子是甄嬛求来的，端妃的未来也是甄嬛给的。这种知遇之恩加上利益捆绑，比任何山盟海誓都要牢靠。您各位再看，甄嬛走出延禧宫的时候，天竟然放晴了。那一抹斜阳照在她那件孔雀翎织就的披风上，闪烁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华彩。她在那儿站了片刻，回头看了一眼那重重深宫，嘴角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意。这笑意里有对局势的掌控，也有对命运的嘲弄。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后宫将不再有一个叫甄嬛的靶子，而会有一个叫皇贵妃端姐姐的招牌。所有人的怨气、不甘和挑战，都会先撞在那块写满德高望重的招牌上，而他依然可以坐在永寿宫里，喝着最好的茶，教导着最有前途的孩子，掌控着这大清后宫最真实、最核心的权力。这不仅是智慧，这简直就是一种对人心的精准手术。端妃在那病榻上想通了，甄嬛在那斜阳下也想通了。这世上哪有什么免费的午餐？所谓的让位，不过是两个寂寞且聪明的女人在黑暗中互相取暖，顺便把那些挡路的人、不怀好意的人都关在了门外。这场博弈没有输家，只有在这吃人的制度下，拼命想活得更体面一点的算计。您说这种算计累不累？累。但比起那些在权力的漩涡里被搅得粉碎的人，这种累简直就是一种奢华的享受。这种战略合伙人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成了甄嬛最稳固的底气。以后不管是内务府的克扣，还是新晋嫔妃的挑衅，只要端妃坐在那个高位上一咳嗽，所有人都得掂量掂量。而甄嬛则成了那个永远在背后出主意，却永远不用承担第一责任的幕后大佬。这哪是让位啊，这是甄嬛给自己买了一份永远不会贬值的政治保险。真正的重头戏可就转到了那紫禁城权力的风暴眼——养心殿。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后宫里的位分变动，说到底那是皇上的一句话，可这皇上的心思，那是全天下最难猜的灯谜。甄嬛这会儿手里攥着端妃这个代理人，她得怎么把这块肥肉顺理成章，还得让皇上千恩万谢的喂到端妃嘴里呢？这就是咱们这第三部分要细细拆解的皇权天平上的平衡木。话说那日的养心殿，地笼烧得火热，皇上雍正正伏在御案前，眉头拧得跟个疙瘩似的，批阅着那一摞摞没完没了的奏折。这时候的皇上刚把乌拉那拉氏皇后给禁了足，心里头其实空落落的，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当老板的最怕什么？最怕下面的人抱成团，最怕那个最有能力的副手一家独大。甄嬛这时候进殿，手里端着一碗亲自熬的百合莲子羹，脚底下的步子迈得极轻，连那齐鞋踩在金砖上的动静都听不见。这就是细节。您瞧瞧，当一个人权势通天的时候，
他反而的表现的比刚入职的新员工还要谨小慎微，这叫藏风。甄嬛走到皇上跟前，眉提未分，先是柔声细语的劝皇上保重龙体，把那碗羹轻轻搁在案头。皇上抬起眼皮瞅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宠溺，可更多的是一种审视。皇上突然叹了口气，说这后宫无主，琐事繁杂，辛苦了甄嬛。您各位听听，这哪是体贴啊？这是在抛砖引玉，在试探甄嬛有没有那颗想当皇后的野心。甄嬛那是成了精的，她要是这会儿顺杆儿爬，说一句臣妾不辛苦，只要能为皇上分忧，那她这辈子估计也就到头了。因为皇上会觉得你果然盯着那个位子呢。甄嬛是怎么做的？她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眼圈说红就红，那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却硬是不让它落下来。她仰着脸，满眼都是体贴和惶恐。她说：皇上，臣妾德薄才疏，如今管理后宫已是如履薄冰，生怕辜负了皇上的恩典。臣妾私心想着，这后宫里得有一位德高望重，能压得住阵仗的老姐姐来帮衬，臣妾才敢定下心来侍奉皇上。这话一出口，皇上那紧绷着的脊梁骨明显松了一下。为什么？因为甄嬛主动把权力中心往外推了。在职场博弈里，这叫主动稀释股权，换取老板的绝对信任。皇上放下笔，饶有兴致地问他：哦，那你觉得谁合适啊？甄嬛这时候没直接蹦出端妃2个字，她得绕个弯子。她先说静妃，说静妃温婉，可又叹了口气说静妃太实在，怕是应付不来那些个弯弯绕。她这是在排比，是在做排除法，让皇上觉得她是在真心实意为公司挑选经理人。最后她才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带着一丝怀念和心疼的提到了端妃。她说端妃姐姐入宫最早，那是跟过皇上吃过苦的老人儿，性情最是沉稳，又是将门之后，这身份这资历最能让底下那些个年轻嫔妃心服口服。最关键的一句是，甄嬛说端妃姐姐这些年身子不好，受了那么多委屈，却从不言语，皇上若是能给她个名分，也是全了当年的旧情，更让天下人瞧瞧皇上的仁德。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番话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向上管理。第一，他解决了皇上的信任危机，推举了一个没威胁的残疾人。第二，他给了皇上一个还债的机会，皇上欠端妃的红花情，那是他心里的一根刺，甄嬛帮他把刺拔了，皇上能不感激吗？第三，他把端妃抬出来，实际上是给自己立了一个挡风的屏障。这在职场上叫什么？这叫扶持资历老、威胁小的老臣上位，自己坐稳2把手的实权。皇上坐在那把龙椅上，沉默了许久。大殿里静的只能听见炭火偶尔爆裂的噼啪声。皇上在权衡，他那脑子里飞快地算着，端妃当了皇贵妃，后宫名义上有了主，甄嬛就不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被言官弹劾。而且端妃没儿子，以后这储位之争，端妃就是个中立派，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更重要的是，端妃那身体能不能活过明年都两说，这就是个临时的过渡性的安排。皇上越想越觉得甄嬛这主意真是出到他心坎里去了，他看甄嬛的眼神从审视变成了深深的欣慰。他拉起甄嬛的手，感慨地说了一句：到底是朕的甄嬛最知朕的心。您瞧瞧，这一拉手，甄嬛的位子才算是彻底坐稳了。这就是皇权天平上的平衡木。甄嬛通过主动放弃那虚无缥缈的皇贵妃名头，换取了皇上对她长久的不加设防的信任。这种信任在这吃人的深宫里，比任何位分都管用。在现实生活中，这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有些人为了争个部门主管的名头，
跟同事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即便当上了，也是众叛亲离，老板还得防着你。真正的高手是像甄嬛这样，把名头送给那个最没威胁的老资格，自己拿着工资条和项目权，躲在后头闷声发大财。甄嬛走出养心殿的时候，夜风吹过来，她觉得这风竟然是甜的。她知道这局棋最难的一步已经走通了，皇上点头了，这事儿就算成了。她不仅甩掉了一个累赘，还给自己换来了一个永久的免死金牌。以后只要端妃在位一天，甄嬛就是那个深明大义、不慕名利的贤妃，谁想动她，都得先过端妃那一关，都得先问问皇上答不答应。这种对权力的错位经营，才是甄嬛最狠的地方。她明白，最高级的权力不是坐在那个最高的位子上，而是你有能力决定谁坐在那个位子上。他就像是一个顶级的猎头兼军师，在皇上这个 CEO 面前，通过一场精妙的心理按摩，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组织架构重组。这种重组表面上是端妃升了官，实际上是甄嬛巩固了自己的隐形女皇地位。您各位想象一下，如果甄嬛这会儿当了皇贵妃，那静妃、新贵人这些曾经的老姐妹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甄嬛你到底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最后这大便宜还是让你一个人占了。那原本稳固的小团体立马就会瓦解，甚至会有人倒戈相向。可现在甄嬛把位子给了端妃、静妃，他们只会觉得甄嬛仗义，觉得甄嬛连这种富贵都能舍得，那跟着她准没错。这叫什么？这叫通过利益再分配，稳固了团队的凝聚力。所以说，这哪是让位啊，这是甄嬛在大清职场里的一次定向定增。她把股权让给了一个没话语权的战略投资者端妃，自己却通过这种方式稀释了老板的怀疑，拉拢了下属的忠诚，还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了个好名声。这种算计那是深入骨髓的。皇上在那儿批折子的时候，肯定还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觉得自己既平衡了势力，又补偿了旧人，还发现了一个不爱权势的真爱。可他哪知道，他这一点头，其实是把后宫的钥匙变个花样交到了甄嬛手里。甄嬛最心尖上的地方，那对龙凤胎，还有她那不得不防的母凭子贵背后的毒苹果。话说这天底下当娘的，哪个不想给孩子挣个最好的前程？可甄嬛坐在永寿宫里，看着红毡在那抓周，看着灵犀在那淘气，她心里头竟然隐隐作痛。为什么？因为她太清楚了，在这紫禁城里，你的孩子越出色，你这个当娘的位分越高，那这孩子离那口名为储君的油锅就越近。您各位咂摸咂摸，甄嬛这会儿要是稳稳当当的做了皇贵妃，那红毡是什么身份？那就是名正言顺的准储君。在老板眼里，这叫功高震主；在同事眼里，这叫断人财路。这时候的皇贵妃之位，哪是什么荣华富贵，那是悬在红毡脖子上的一把铡刀。咱们把镜头拉进了桥，甄嬛坐在那张紫檀木云龙纹的罗汉床上，手里捏着一个给红毡绣了一半的肚兜，那针尖一不小心就扎在了指头上，沁出一颗血珠子。他盯着那血珠子发愣，心里盘算的是一笔关于生存成本的大账。如果他接了皇贵妃的侧宝，那全天下的眼睛都会盯着红毡，看看这孩子是不是长得像皇上，看看这孩子是不是天资聪颖。这种聚光灯下的生活，对一个根基尚浅的孩子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更何况，皇上心里头最忌讳的就是外戚夺权。甄嬛这时候若是位极人臣，再加上膝下有子，那钮祜禄氏一族就成了下一个年家，下一个乌拉那拉家。甄嬛这是在用皇贵妃这个名头，去给孩子们换一份能平安长大的隐形保单。他为什么推举端妃？您各位再细品，
端妃膝下只有一个从曹琴墨那儿抢过来的温宜公主。公主是什么？在皇上眼里，公主是用来联姻的，是用来疼爱的，但绝不是用来接班的。端妃当了皇贵妃，她没有儿子，这对于皇上来说是一个极其安全的信号。这意味着后宫的行政长官和未来的股权继承人之间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防火墙。甄嬛把位子给了端妃，等于是告诉皇上，也告诉满朝文武，我甄嬛没野心，我只求孩子平安。这一招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核心高管放弃晋升，转而投身公益或二线，以换取接班人平稳过渡的观察期。这时候的甄嬛，那心理状态真是到了化境。她看着红毡那稚嫩的小脸，心里想的是，娘把这富贵让出去，是为了让你以后能在这园子里多跑几年，而不是去那金銮殿上受那活罪。这种母爱里头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算计，显得冷酷，可这就是深宫里的真情。他推举端妃上位，实际上也是在给红毡找一个保护伞。以后若是有人想拿红毡的身世说事儿，或者想在背地里使绊子，作为后宫之主的端妃，因为欠了甄嬛这个天大的人情，再加上她跟甄嬛是利益共同体，她就得站出来，用她那皇贵妃的权威去保这个孩子。这叫交叉持股，共同避险。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财不露白，贵不独享。甄嬛明白，如果所有的好东西都落在自己一家头上，那雷劈下来的时候，躲都没处躲。她把皇贵妃让给端妃，把温宜公主的地位也顺带着抬高了。这样一来，端妃为了保住自己的皇贵妃位子和温宜的体面，就必须得跟甄嬛死死的捆在一起。甄嬛这哪是让位啊，这是在给红毡布下一个众星捧月的局，让大家觉得跟着甄嬛的孩子有肉吃，而不是觉得甄嬛的孩子是抢肉吃的。这种智慧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顶顶管用的。您看那些大企业家，有的为什么非要把公司弄上市，还要把股份分给那么多高管？那是为了找人一起担风险。如果所有的钱都是你一个人的，那所有的贼都会盯着你。甄嬛就是看透了这一点，她才要把这毒苹果送给端妃。端妃接了这苹果，名义上是尝到了甜头，实际上是替甄嬛消化了那些来自皇权的、来自舆论的、来自其他嫔妃的毒素。您再瞧瞧甄嬛看温宜公主的眼神，温宜在延禧宫里跑着，端妃在那儿慈爱的看着，甄嬛在旁边微微笑着，那笑容里头透着一种看破红尘的凉意。她知道温宜以后就是端妃的命，而端妃现在的命是她甄嬛给的。通过这一个皇贵妃的位分，甄嬛把端妃和温宜这对母女彻底变成了自己政治堡垒里最坚固的一块砖。这种母凭子贵的反向操作，简直是把人心都给算到了骨缝里。她不争，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以后能争得更稳更远。在这段漫长的拉锯战里，甄嬛其实是在跟自己的贪婪博弈。人都有欲望，眼看着那皇贵妃的官服就在眼前，那赤金的凤凰闪着诱人的光，谁能不心动？可甄嬛硬是忍住了。她知道那凤凰的翅膀要是太沉了，会把她的脖子压断的。她宁愿穿着妃位的旧衣裳，抱着自己的孩子，躲在端妃那华丽的羽翼底下。这种隐身术让皇上觉得她清高，让嫔妃觉得她大方，让孩子得到了安全。您说这一笔买卖，甄嬛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这就是咱们这第4部分要讲透的毒苹果逻辑。甄嬛用一个虚名换回了母子平安，换回了长期稳定的职场环境。这种断舍离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他需要对人性有极深的洞察，对权力有极大的敬畏。
当甄嬛在永寿宫的佛龛前亲手掐灭了最后一丝登顶的野心时，她其实已经成了这后宫里真正的不需要加冕的女皇。您各位想象一下，当册封皇贵妃的旨意传遍六宫的时候，那些原本准备好了一肚子酸水要泼向甄嬛的人，是不是突然就哑火了？他们就像是蓄足了力气的一拳头，却打在了棉花上。这棉花就是端妃，她病歪歪的，她没孩子，你骂她有什么用？你恨她有什么意义？所有的嫉恨和攻击都在端妃那儿消解了，而甄嬛依然是那个温婉大度、深受皇上宠爱的钮祿氏。这局棋走到这一步，才算是真正见到了甄嬛的真功夫。话说那册封李正日子那天，紫禁城的天冷的能把人的唾沫星子冻成冰碴子，可太和殿外头的仪仗却是红火的刺眼。端妃，哦不，现在得称呼人家为皇贵妃娘娘了。她穿着那一身明黄色的补服，上头绣着的凤凰展翅欲飞，那金线在冬日的稀薄阳光下晃得人眼晕。她那只枯瘦如柴的手搭在宫女的手背上，每走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堆里，虚得慌。而甄嬛呢，就位列侧首，穿着一身规规矩矩的妃位常服，低眉顺眼，嘴角挂着一抹恰到好处的谦卑笑意。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画面要是定格在那儿，不知道的还以为端妃才是这大清后宫的定海神针，甄嬛不过是个听差的小媳妇。可实际上呢，这正是甄嬛在大清职场里玩的一手名实分离的顶级魔术。您瞧瞧这细节，端妃脖子上挂的那串朝珠，沉甸甸的压在她那几乎没有肉的锁骨上，那声音清脆，可听在端妃耳朵里，恐怕跟枷锁也没什么区别。她在前头走，受着百官的跪拜，受着嫔妃的叩首，那叫一个威风。可您再看甄嬛，她虽然站在后头，可每一个路过的太监，每一个磕头的宫女，那眼神儿在掠过皇贵妃之后，总会不由自主的在甄嬛身上停那么一眨眼的功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宫里头管吃管穿、管升迁管赏赐的实权，压根儿就没从永寿宫挪窝。这在现代公司里叫什么？这叫名誉主席和执行 CEO 的错位。端妃就是那个被推到台前剪彩、致辞、应付董事会审计的老董事长，而甄嬛则是那个躲在办公室里签发报销单、决定谁去谁留的实权总经理。甄嬛为什么要这么干？这就是她看透了管理成本这4个字。您各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肯定明白一个理儿，当官儿不光是发威，还得担责。那皇贵妃是什么差事？那是后宫的总管家，内务府送来的料子次了，各宫小主得找皇贵妃抱怨，底下的小太监偷了灯油，言官得参皇贵妃一个御下不言。要是哪位贵人突然闹个头疼脑热，皇上第一个问责的也是皇贵妃。甄嬛心想，我放着舒服日子不过，去接这烂摊子干什么？我把这些脏活、累活、招人恨的活，全推给那个常年不出门的端妃。端妃病着呢，她处理不了事儿是正常的，她推说身子不爽利，最后这些事儿还得落到甄嬛手里办。可名分上，甄嬛只是代劳，是帮衬姐姐。这叫什么？这叫有功劳是我的，有黑锅是你的。您再细品这内里的门道。要是内务府那帮见风使舵的狗奴才办砸了事，甄嬛可以当着众人的面，语重心长的替端妃训诫他们，这叫整顿职场风气，落个好名声。要是甄嬛想任用自己的人，她只需要在端妃耳边吹吹风，让端妃名正言顺地下一道谕旨。底下人即便有意见，也只能说是皇贵妃的主意，谁敢去跟一个病恹恹的连皇上都敬3分的老太太叫板？甄嬛这就是给自己立了一个隐形监控系统，她把权力分散出去，让端妃当门面，
让静妃管琐事，自己则握着那一根最关键的弦。这种权力下放的背后，其实是更高层级的权力垄断。这种错位美学，让甄嬛在后宫的社交圈里变得游刃有余。您各位想象一下，那些新进宫的不安分的小主，如果看到甄嬛当了皇贵妃，他们肯定会想方设法的钻空子、找毛病，甚至联合起来排挤她。可现在领头的是端妃。端妃是什么人？那是清心寡欲，除了温宜公主啥也不在乎的活菩萨。新人们想找麻烦，就像是一拳打在了一团破棉花上，一点响动都没有。而甄嬛呢，她反倒成了一个和事佬，谁受了委屈都来找她哭诉，她借机施恩，把人心都拢到了自己兜里。这就叫通过牺牲表面上的职权，换取了深层次的群众基础。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智慧也是俯拾皆是。您看那些真正的大老板，有的连个正式职务都没有，就挂个顾问的衔儿，可公司里大事小情，哪件不得他点头？他把那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位子让给别人，让人家去应付那些税务检查、公关危机，自己则躲在后头看大局、分红利。甄嬛在紫禁城里就是玩弄这一套的老祖宗。他推举端妃上位，不仅是给端妃一个晚年的慰藉，更是给自己买了一份无限期免责声明。只要端妃在位一天，甄嬛就是那个永远不会出错、永远温良敦厚的甄姐姐。您再瞧瞧这其中的心理深度。端妃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个傀儡吗？她当然知道，但她甘之如饴，因为她这种没了指望的人，最怕的就是别人不利用他。被利用，说明你还有价值；被冷落，那才是真正的死亡。所以端妃很配合，她在册封礼上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有一半是装给皇上看的，另一半是演给甄嬛看的。她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甄嬛，你放心，这皇贵妃的皮我会穿得稳稳的，里头那颗心，随你甄嬛怎么摆弄。这一场资历与职权的博弈，最终达成了一种诡异而又稳固的平衡。甄嬛得到了她最想要的安全实权，端妃得到了她最缺的尊荣地位，皇上得到了他最放心的权力结构。这三方博弈的结果，是让永寿宫成了一个真正的不挂牌的权力核心。这种错位不仅让甄嬛避开了所有的冷箭，还让她在处理后宫事务时有了一个天然的缓冲带。这种管理术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宫斗，它是一种对人性的极致利用，是对社会秩序的精准重构。您各位咂摸，这种错位美学是不是比那直接硬碰硬的抢夺要高明得多？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争那个名头，结果当上了官，才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每天忙得跟孙子似的，还得挨骂。甄嬛告诉我们，名头是给别人看的，实惠才是留给自己的。在这红墙碧瓦之下，甄嬛用一个让字，把自己从一个战战兢兢的应战者，变成了一个从容不迫的控盘者。话说那皇上雍正，人人都说他是个冷面冷心的铁石心肠，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他这辈子杀的人多，亏欠的人更多，而这端妃就是他午夜梦回时最不敢对视的那双眼睛。您各位咂摸，当年在王府，为了除掉年羹尧那个心腹大患，皇上借着端妃的手，给华妃送去了一碗安胎药，结果里头藏着的是绝户的红花。端妃这一辈子就因为替皇上背了这个黑锅，被华妃灌了整整一壶红花，身子败了，子嗣绝了，在这冷宫式的延禧宫里生熬了20年。这笔债，皇上心里清楚，甄嬛心里更清楚。咱们且看那日甄嬛在皇上面前那番话，她没提什么册封的规矩，也没夸端妃管理后宫多有本事，她专挑那最扎心窝子的地方捅。
她跪在皇上膝头，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满是心疼。她轻声细语地说：“皇上，您瞧瞧端姐姐那身子，这些年若不是为了那点子对皇上的痴心，怕是早就撑不下去了。当年那些个陈年往事，臣妾虽不敢妄议，可每每想到端姐姐为了皇上所受的那些个委屈，臣妾这心里就跟刀绞的一样。若不能给姐姐一个顶天的名分，臣妾怕是连这觉都睡不踏实。您各位听听，这话术简直是往皇上的伤口上撒了一把暖洋洋的盐。他明着是在替端妃抱不平，实则是在帮皇上找一个救赎的机会。皇上心里那杆秤原本就因为亏欠而斜得厉害，甄嬛这一压，那皇贵妃的位子就稳稳当当的落在了端妃头上。在现代职场里，这叫情感债权转股权。甄嬛成了那个中间人，帮老板还了一笔老掉牙的人情债，自己却从中赚取了最大的佣金。您瞧瞧这画面的精细处，皇上在那儿抹撒着手里那串念珠，那翡翠珠子被他盘得发亮，可他的眼神却在盯着虚空处发愣。那是他在回忆当年的血色，在回味那个曾经温婉的女子是如何在他的一纸密令下彻底毁了自己的人生。甄嬛这时候就在旁边看着，她不说话，只是默默地给皇上递上一方帕子，那帕子上绣着几朵清冷的梅花。这种沉默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逼迫，她在等皇上点头，等皇上用一个皇贵妃的空名去买一份他自己内心的安宁。皇上果然长叹了一口气，那一刻他眼里的杀气和猜忌竟然散去了大半。他觉得甄嬛懂他，懂他身为帝王的无奈，懂他藏在心底那抹见不得光的亏欠。这在心理学上叫投射性认同。甄嬛通过帮皇上还债，把自己变成了皇上道德上的合伙人。这种情感绑架的局，最妙的地方就在于被绑架的人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皇上会觉得这甄嬛真是个难得的贤内助，她不仅不争宠夺利，还时刻提醒朕不要忘了那些老员工、老功臣。于是皇上对甄嬛的信任，在这种大公无私的掩护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会想，甄嬛连皇贵妃这种位子都能为了帮朕还债而让出去，她还有什么好图谋的？这种去野心化的心理暗示，才是甄嬛在这场人情博弈里拿到的最高筹码。以后即便甄嬛在外面做了点什么出格的事儿，或者甄氏一族有了什么不安分的苗头，皇上第一时间想到的都会是，甄嬛是个连皇贵妃都不屑要的淡泊女子，她定是被逼无奈，或者是底下人瞒着她干的。这就是情感背书的威力。再转过头来看看端妃，端妃这辈子最恨的是华妃，最怨的是皇上，最亲的则是甄嬛。当他接到那明晃晃的圣旨时，他坐在延禧宫那张冰冷的椅子上，眼泪竟然止不住的流。这泪里头有3分是欣慰，终于能挺直腰杆当个人了；有6分是悲凉，这迟到了20年的名分，换不回他枯萎的青春和那从未出世的孩子；还有1分，则是对甄嬛的感激和敬畏。他知道这名分是甄嬛从皇上嘴里抠出来的，是为了还他当年的一壶红花。甄嬛通过这一招，把端妃心中最后一点对皇家的怨气，转化成了对他甄嬛的死忠。端妃会想，皇上虽然负我，可甄嬛懂我，怜我，抬举我。从此往后，端妃就成了甄嬛在这宫里头最坚实、最不计代价的盟友。这种情感收割，简直是把人心的剩余价值给榨到了极致。在现实生活中，您各位可能也见过这种人。他帮老板处理了一桩陈年丑闻，或者帮老板安抚了一个被裁掉的老员工。这种人看起来是在做善事，其实他是在给自己积攒政治资本。甄嬛通过这一让，把皇上的愧疚心变现成了对自己的偏爱，
把端妃的悲悯心变现成了对自己的一片忠心。这一箭双雕，玩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世上哪有纯粹的恩情？所有的恩情背后，其实都是一场关于欠与还的心理算计。甄嬛站在这个闭环的中心，看着这两个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心里那份清醒和冷寂，才是最让人后怕的。您看这深宫里的日子，其实就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情感博弈。甄嬛明白，靠美貌留人那是下策，因为红颜易老；靠利益留人那是中策，因为利尽则散。唯有靠这种深入骨髓的愧疚和救赎留人，才是上上之策。他把端妃抬到了皇贵妃的高位上，就等于是在皇上面前立了一块活生生的功德碑，也立了一块永远在提醒皇上你有罪的照妖镜。皇上每次看到端妃，都会想到甄嬛的好；端妃每次看到那明黄色的官服，都会感念甄嬛的情。这种左右逢源的局面，全靠这一个让字给撑了起来。这就好比在那风急浪大的职场里，甄嬛给自己找了一块最稳当的垫脚石。这石头不仅硬，还带着温度。她通过牺牲一个名分，把自己的人设从宠妃升华到了圣母。在老百姓眼里，这是大度；在皇上眼里，这是体贴；在端妃眼里，这是救赎。可只有在甄嬛自己心里，这只是一笔最划算的交易。他用一个他本就不想要的，甚至觉得烫手的官位，换来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政治后方，还顺带手把老板和二把手的关系，从简单的雇佣变成了复杂的恩情纠葛。这一场关于愧疚的绑架，最终让甄嬛在这紫禁城里彻底站稳了脚跟。从此往后，再没有人敢说他一句野心勃勃，因为他亲手把最高的光荣让给了别人。这种以德服人的假象，成了他最坚硬的铠甲。您各位想想，这种手段，这种心计，哪里是寻常那些个只知道哭哭啼啼、争风吃醋的小主能比得了的？这就是为什么甄嬛能笑到最后，而别人只能成为这红墙下的枯骨。是真把这人设两个字给玩到了骨子里。您各位咂摸咂摸，在这紫禁城的红墙里头，一个女人的名声要是臭了，那比失宠还要可怕。华妃够横吧？可一旦背上了跋扈残忍的骂名，连亲哥哥年羹尧都保不住她。皇后够稳吧？可一旦那残害妃嫔的遮羞布被扯下来，她那正位中宫的宝座瞬间就塌了半边。这时候的甄嬛虽然刚把大敌铲除，可外头的风言风语可没停过。那些个摇摆不定的宗室亲贵，那些个整天盯着后宫德行的言官御史，哪一个不在背地里嘀咕，这钮祿是好大的本事，不仅能回宫，还能把2代皇后都给耗死，这得是多狠的心肠啊！甄嬛心里明镜似的，这时候她要是真接了皇贵妃的印信，那这野心家、权臣之女的帽子，她这辈子都摘不掉了。咱们且看那永寿宫里的一幕细节，甄嬛正对着镜子，让锦汐给她簪上一朵并不算华丽的通草花，而不是那颤巍晃眼的赤金步摇。她看着镜子里那个容貌依旧，可眼神里全是算计的自己，淡淡的说了句：“这名声得是别人给的，才叫名声，自己抢的，那叫昭然若揭。”您瞧瞧，这就是顶级公关的思维。他这拱手一让，让出的不是位子，而是把自己从贪权所谓的火坑里拉了出来，反手给自己塑了一个大义凛然、重情重义的金身。在现代职场里，这叫品牌溢价。甄嬛这是在通过一次极端的利益牺牲，完成了一场覆盖全后宫乃至全朝廷的形象重塑。消息传得飞快，不到半晌功夫，这后宫的大街小巷、茶房浣衣局里全都在议论。那些个原本等着看甄嬛笑话的，或者是准备联名上书说她未分过鉴的文官们，这下子全哑了火。大家伙一听，
哎呦，这位熹贵妃娘娘可真是个活菩萨。她为了照顾久病不愈、资历最老的端妃，竟然连皇贵妃这种天大的恩典都给推辞了。这叫什么？这叫高风亮节。甄嬛通过这一让，直接在道德的高地上扎了营、拔了寨，让所有想攻击她的人都得先面对这如山倒的舆论压力。您说，谁敢去骂一个把荣华富贵拱手让给病弱老人的圣母？再看那些个在后宫里看风向的小嫔妃们，比如新贵人、静妃，还有那些个新进宫的贵人、常在，他们心里的那杆秤也悄悄变了位置。原本大家对甄嬛是敬畏，敬的是她的手段，为的是她的恩宠，可现在这敬畏里头多了一层佩服。他们会想，跟着甄嬛这种人靠谱，她连皇贵妃都能让给一个没威胁的病秧子，那咱们这些跟着她摇旗呐喊的人，以后还能差得了？这就叫通过个人品牌的降维打击，实现了团队忠诚度的降维收割。甄嬛把这出公关大戏演的是滴水不漏，她甚至还专门去端妃宫里做了半晌，当着众人的面执手相看泪眼，那副姐妹情深的模样，让在场的小太监们看了都得背地里抹眼泪。这在现代公关里就叫落地活动，光有通稿不行，你得有现场感，得有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情流露。您各位咂摸，这种公关手段最狠的地方在于，他把甄嬛所有的狠辣都给洗白了。以前大家说他害了皇后，现在大家会说，你看熹贵妃对端妃都这么好，她怎么会害皇后呢？一定是皇后作恶多端，熹贵妃那是替天行道。这名声一旦立起来，甄嬛在后宫的话语权不仅没小，反而大得吓人。以前她说话，大家是不得不听，现在她说话，大家是觉得她说的对。这种从权力控制到道德引领的转变，才是甄嬛在这场博弈中获得的最丰厚的红利。而且这招公关战还顺带手把皇上也给绕进去了。皇上这辈子最在乎的就是自己的名声，他虽然杀伐果断，但他希望史书上记着他是个人君。甄嬛这一让，不仅成全了自己的名声，也成全了皇上的仁慈。皇上会觉得，是朕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大度、识大体的爱妃，这不仅是甄嬛有德，更是朕教导有方。这种双赢的局面，让皇上在面对甄嬛时，除了男女之情，更多了一层知己的共鸣。这就好比一个公司副总，为了公司的名誉，主动放弃了年度奖金，老板能不感动吗？老板不仅会感动，还会私底下给这个副总更多、更隐蔽的关照。您再细瞧那静妃的反应，她在这场公关战里也扮演了极其微妙的角色。静妃那是个最稳当的人，她看到甄嬛这么一让，心里咯噔一下，随即就明白了，这后宫里的天以后是真的姓甄了。他开始在各个场合不遗余力地夸赞甄嬛的德行，把那些原本还有疑虑的声音通通给压下去。这就是公关里的扣关键意见领袖效应。甄嬛通过利益分配，让静妃成了她的传声筒，让端妃成了她的挡箭牌，而她自己则是那个永远被舆论保护起来的纯洁无瑕的核心。这种对舆论的掌控，让甄嬛在接下来的滴血验亲或者是其他危机中，有了一层厚厚的避震垫。大家对一个人的初印象如果是圣母，那么当他杀人的时候，大家会先帮他找借口。这种心理惯性是甄嬛花了大价钱，一个皇贵妃的位分买来的。在现实生活中，您看那些大企业捐款、做慈善，道理是一样的。平时多积德，出事的时候才有人帮你说好话。甄嬛在紫禁城里不仅是在过日子，她是在经营一个名为甄嬛的顶级品牌。您说这公关战打得精彩不精彩？那些个只会躲在屋子里绣花、算计几两炭火的小主，哪能想到这一层？
他们只看到甄嬛丢了位子，却没看到甄嬛赢回了人心。在这深宫里，位子是皇上给的，皇上今天能给，明天就能收，可人心是自己挣的，一旦挣到了手，那就是铁打的江山。甄嬛这哪是拱手让位啊，这是在给自己买了一块永远不会倒的口碑牌坊。话说那端妃，哦不，是皇贵妃娘娘，打从接了那沉甸甸的凤印，确实是风光无限。每天延禧宫门口那是车水马龙，内务府的太监们恨不得把地板都给舔干净了。可您各位细瞧瞧，那皇贵妃宫里端茶倒水的，洒扫庭除的，甚至是那个贴身伺候的小宫女，哪个不是打从碎玉轩或者永寿宫里调拨过去的熟脸？甄嬛这哪是给端妃送帮手啊，这是在端妃的枕头底下扎了一排明晃晃的眼睛。咱们盯着那延禧宫的正殿瞧，端妃正坐在那儿，因为身子虚，还得围着个厚实的狐皮脖套。她手里拿着一叠子各宫报上来的开支单子，看的是眼花缭乱。这时候，甄嬛派过去的那个得力小太监往跟前一凑，笑得跟朵花似的，手脚麻利的接过单子，嘴里说的是：“皇贵妃娘娘您歇着，这些累活奴才们先替您理顺了，最后请您老人家长个眼就行。”熹贵妃娘娘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说不能让这些琐事耗了您的神。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话听着多孝顺，多贴心。可在现代职场里，这叫关键岗位的定点安插。端妃这个董事长虽然官大，可他手底下批公文的人、跑腿的人、传话的人，全都是甄嬛这个总经理的老部下。端妃今天多喝了一口药，明天跟哪个小主多说了一句话，不出半个时辰，那消息准保能全虚全已的落到甄嬛的耳朵里。这就是甄嬛的高明之处，她明白权力这玩意儿，不在于你那个印章有多沉，而在于你这个信息网有多密。她在名义上把皇贵妃的位子让出去了，可她把后宫的大数据给垄断了。您看那后宫的衣食住行，看起来是皇贵妃在统筹，可实际上每一个审批的环节都有甄嬛的人在把关。这在管理学上叫架构剥离，我把虚名、责任还有那招人烦的流程全给你，但我留着决策的底层逻辑和信息的最终归宿。端妃就像是个被架空了的 CEO， 看着风光，其实每签一个字都得看看底下这些专业人士的眼色，而这些专业人士的亲爹亲妈，那可全在甄嬛的手心里攥着呢。这种监控系统最狠的地方在于，它是不带烟火气的。甄嬛从不查岗，也不用严刑峻法，她靠的是一种习惯性依赖。端妃病了20年，早就跟社会脱节了，她哪里懂现在的账本怎么算，哪里知道现在的嫔妃都有什么背景。她必须得靠甄嬛的人，这一靠就彻底掉进了甄嬛编织的蜘蛛网里。您各位在单位里肯定也见过这种事，老领导快退休了，给他提个调研员或者名誉主席，看着位子挺高，可他想调动一个保洁员都费劲，因为办公室主任是他徒弟的徒弟，所有人心里的那杆秤都压在那个正当年的实权派身上。甄嬛在紫禁城里就是那个正当年的、永远不犯错的，还特别尊老的实权派。您再细瞧瞧那端妃的眼神，她难道真的感觉不到这种窒息的控制吗？她肯定感觉得到。每当她想发落一个犯了错的小太监，旁边伺候的人总会看似无意的提一句：“这位公公可是熹贵妃娘娘夸过勤快的。”端妃那抬起的手就只能讪讪的放下。她明白，这皇贵妃的名头其实就是甄嬛给她建的一座金漆的牢笼。可她能反抗吗？她没资本反抗。她没孩子，唯一指望的温宜公主，那婚事还得靠甄嬛在皇上面前美言。她没身体，没甄嬛派去的那些好药材吊着，
他怕是连这皇贵妃的朝服都撑不起来。这种全方位的利益渗透，让端妃成了一个最听话、最配合的傀儡。这种博弈逻辑放到咱们现在的人情世故里，也是透着一股子凉气。您说，帮一个人是情分，可帮到让对方离了你就没法活，那就是算计了。甄嬛通过这一个让字，把原本可能跟他平起平坐的潜在对手，变成了一个对自己感恩戴德的依附者。他不仅在物理空间上监控了端妃，更在心理空间上奴役了端妃。每当端妃坐在那个高位上接受朝贺的时候，他心里其实比谁都虚，因为他知道，只要甄嬛把手底下的那些技术支持一撤，他这个皇贵妃立马就会变成一个笑话。而且这套监控系统还有个绝妙的用处，那就是风险前置。如果后宫里出了什么丑闻，或者是皇上发了脾气，第一个顶上去挨骂的是皇贵妃。可因为皇贵妃身边全是甄嬛的人，甄嬛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皇上的火候到了哪儿，从而提前做好公关准备，甚至可以利用端妃的嘴去说一些她自己不方便说的话。这叫舆论防火墙加上信息传感器。甄嬛坐在永寿宫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能把这紫禁城每一块砖底下的秘密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种权力逻辑的重构，才是甄嬛最顶级、最让人生畏的智慧。她把官职和权力彻底分开了。在那些小主们还在为了争一个嫔或者妃的名号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甄嬛已经实现了跨维度打击。她不需要那个名号，她只需要那个名号带来的所有便利，而把那个名号带来的所有诅咒和风险都甩给了别人。这就像是那些顶级大亨，名下可能连个房产都没有，全是信托，全是空壳公司，可人家掌握着整条产业链。甄嬛就是这紫禁城产业链背后的隐形庄家。这种监控管理学是不是比那直接吵架要阴损得多？他不费一兵一卒，就把一个原本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老狐狸给收编成了保镖。端妃在前面咳嗽，甄嬛在后面微笑，这画面看着多和谐，可背后的冷风吹得人心尖都疼。这就是权力的真相，它从来不是写在圣旨上的那几个字，而是藏在每一次端茶送水、每一次耳语传信里的那种无孔不入的渗透。话说这紫禁城的天儿，说变就变，那皇上的身子骨打从那年滴血验亲之后，就像是秋后的蚂蚱，一天不如一天了。您各位瞧瞧，那养心殿里传出来的咳嗽声，一声比一声沉，那龙涎香里头混着的药味儿，苦的能把屋檐上的麻雀都给熏晕了。甄嬛这时候坐在永寿宫里，手里掐着那串檀木念珠，每拨动一颗，心里跳的就是一下。他想的不是皇上的万寿无疆，他想的是那4个字：新帝登基。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面临公司大重组，老板要换人。这时候的风险，那是毁灭性的。您各位咂摸，历朝历代，那新皇帝上来，第一个要清算的是谁？不就是那个生前最得宠、权力最盛的老二吗？如果您是甄嬛，您这时候名义上是皇贵妃，那等皇上一闭眼，新帝看您的眼神，那可就是看外戚夺权的防备，看妖妃误国的怨恨。这皇贵妃的名头，在皇上活着的时候是荣华，在皇上死了之后，那就是挂在脖子上招摇过市的罪状。所以甄嬛当初那个让字，在这第9部分里，才真正显出了他那杀人不见血的深谋远虑。咱们盯着那永寿宫的后花园瞧，甄嬛正陪着红毡在那儿放纸鸢，那线拉得长长的，纸鸢在云彩眼里头晃荡。甄嬛那眼神儿，哪是在看纸鸢啊，她是在看那根看不见的命脉。她心里盘算着，如果我是皇贵妃，那新帝登基，
我就得是母后皇太后，或者是那个未婚尴尬的皇贵太妃。那时候，所有的言官都会盯着我，所有的政敌都会拿着放大镜找我甄家的错处。可现在呢？位子上坐着的是端妃，那是皇上的资深合伙人，是一个没孩子、没野心、快入土的老病号。将来真到了清算的那一天，新帝要立威，第一个得找名义上的后宫之主谈话。端妃那副身子骨往那儿一歪，话都说不利索，新帝能把他怎么样？新帝只会觉得这位老娘娘怪可怜的，给个虚衔儿养着得了。而甄嬛呢，她因为当初推贤让位，名声在外，她是深明大义的熹贵妃。这种名声就是她给全家老小，给自己膝下皇子修的一道最后的防火墙。您再看这细节，甄嬛在这些日子里不仅没去争权，反而表现得越来越佛系。内务府送来的好东西，她总要挑最名贵的先往延禧宫送，还得叮嘱送货的小太监大声嚷嚷，让满宫里都知道这是熹贵妃娘娘对皇贵妃的一片赤诚。这叫什么？这叫在危机到来前彻底完成去风险化。他再把自己从那个最危险的唯一继承人代理的位置上剥离出来。这在咱们人情世故里，就是当两家争家产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你主动说我只要我那份，大头你们定，谁当家我都拥护。这样一来，新当家的上台了，他能不感激你吗？他能不觉得你是个安定团结的因素吗？这种预判风险的能力简直是到了化境。甄嬛甚至已经算准了，皇上这棵大树倒了之后，后宫会有一场权力真空期的疯狂反扑。那些被压抑了太久的嫔妃，那些想要翻身的余孽，肯定会找机会闹事。如果甄嬛是名义上的头，她就得出面去镇压，这一镇压就得结仇。可现在名义上的头是端妃，端妃虽然被架空了，可她得在那儿坐镇啊。甄嬛就躲在端妃后头，借着端妃的名义去剪除异己，去收拾残局。所有的血腥气，所有的怨恨，全都粘在了端妃那件皇贵妃的朝服上。等新皇帝推开宫门的那一刻，他看到的是一个慈眉善目、安分守己的甄嬛，和一个疲惫不堪、名义上管着这一摊子烂事的端妃。您说，新皇帝会选谁当未来的依靠？这种借位保命的招数，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顶顶管用的。您看那些大企业的二把手，有的为什么一辈子都不想转正？因为他知道正直就是个火山口，是用来给媒体喷、给股东骂、给法律查的。他只要握着实际的生产权和人事权，名义上当个副的，既能拿最高额的年薪，又能在出事的时候拍拍屁股走人，这才是真正的职场老油条。甄嬛在紫禁城里就是把这套老油条哲学发挥到了极致。他用一个端妃，给自己换来了后半辈子在寿康宫里安安稳稳当太后的入场券。您再瞧瞧，这时候皇上对甄嬛的最后那点子防备，也在这日复一日的大度里消磨光了。皇上临死前最怕的是有人篡位，怕的是有人害他的儿子。他看着甄嬛对那个病秧子端妃那么敬重，对权力那么不在乎，他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朕可以放心把后事托付给他的错觉。这种错觉是甄嬛用了几年的时间，牺牲了一个名位，演了无数场戏才换来的。这就是高端猎人往往以毒物的形式出现。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毫无威胁的、只知报恩的弱女子，却在最后的一刻精准地锁定了整个权力的终局。咱们再咂摸咂摸这防火墙的深意。您说这人活着最高级的目标是什么？不是天天在大庭广众下显摆，而是无论这世道怎么变，你都能稳坐钓鱼台。甄嬛通过这一让，不仅让出了名气，更让出了一个安全边际。他把端妃推到了那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不仅是为了利用端妃，
更是为了把端妃变成一个巨大的缓冲垫。当政治风暴袭来时，端妃是第一个被风吹到的，而甄嬛则可以在那辫子后头慢条斯理地梳理自己的羽毛。这种对风险的精准预判和这种对人性的极致利用，才让甄嬛成了这场权斗中最后的唯一的赢家。说到底，这皇贵妃的位子在甄嬛眼里就是一个避雷针。她把她送给端妃，是因为她知道这雷迟早要劈下来，而她则在旁边修了一个避雨的凉亭。这种智慧，那种冷酷到骨子里的理智，才是让咱们这些后世人听了都觉得脊梁骨冒凉气的原因。这哪里是姐妹情深，这简直是拿命在做抵押的一场豪赌。而甄嬛早就把所有的胜算都算在了骨缝里。您各位想象一下，当皇上的龙御上宾那一天真的到来时，满宫哭天抢地，端妃坐在那皇贵妃的高位上，面对着这一摊子突如其来的变故，她那双原本就无神的眼睛里，除了惊恐，还能剩下什么？而甄嬛虽然也跪在地下抹眼泪，可她那心里怕是早就已经勾勒好了新帝登基后的每一场大戏该怎么演了。这种从容全靠这一块防火墙垫底。话说那大清朝的乾清宫里哀声雷动，皇上那口气到底是咽下去了。这天底下的主子换了人，按说这后宫里头最大的赢家该是那穿着明皇皇贵妃朝服的端妃了吧？可您各位老哥儿老姐儿把眼睛擦亮了，您瞧瞧端妃那张脸，在那册封太妃的典礼上，她虽然坐在高位，可那双眼睛里透出来的哪有一丁点大仇得报的痛快？那分明是一种被耗干了心血，被推到了悬崖边上的绝望和枯槁。而反观坐在他侧后方的甄嬛，这时候已经是尊贵无比的圣母皇太后了。她穿的是玄色绣金的礼服，手里攥着那串不知换了多少回的佛珠，那一双眼深得跟这紫禁城里头几百年的古井似的，一眼望不到底。咱们细细咂摸这最后一次目光交汇的细节，那是新帝登基后的第一次朝见。端妃作为名义上的皇考皇贵妃，那是得站在前头受礼的。她那细如枯柴的手被两个小太监死死地搀着，生怕她一口气上不来，就栽在那汉白玉的台阶上。就在这一刻，她回过头，正撞上甄嬛那清冷如水的目光。那一眼没有温情，没有姐妹情深，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冷酷。端妃在那一瞬间心里怕是全明白了，她这辈子争了一辈子，恨了一辈子，最后这皇贵妃的名头，竟然是甄嬛亲手给她缝制的一件最华丽也最沉重的活寿衣。甄嬛利用她那点子残余的资历，利用她那点子可怜的病体，硬生生把她架在这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替甄嬛挡了多少明枪暗箭，替甄嬛分了多少本该属于一个权势滔天之人的怨气。在现代职场里，这叫完美的职业经理人清算。你名声最大，你位子最高，所以最后所有的锅，甚至那新帝登基时那点子若有若无的猜忌，全都落在了你这个前朝二把手的头上。您各位瞧瞧，甄嬛这时候在想什么？她想的是，姐姐，这名分我给你了，这尊荣我给你了，甚至你那温宜公主的一世长安，我也帮你筹谋了。可这代价就是你得替我在这火山口上站最后一班岗。这不仅是算计，这简直是一种对生存法则的极致践行。在这深宫里活到最后的人，手里哪能不沾点身边人的血？甄嬛把端妃抬得有多高，端妃跌的就有多狠。端妃现在贵为皇贵太妃，可她身边除了甄嬛的人，一个知心话的人都没有。她成了一个活着的牌坊，一个用来彰显新朝仁德、彰显甄嬛大度的摆设。这种心理残杀，比那年华妃灌下的红花还要毒辣，因为他杀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让端妃在明白自己被彻底利用后，
连反抗的力气都生不出来。这时候的甄嬛已经完成了从职场高管到幕后大股东的终极跃迁，他手里攥着的不再是那点子琐碎的行政权，而是这一整个庞大帝国后宫的原始股。他明白，最高级的赢不是把对手全杀了，而是把对手、把盟友、把所有能用的人都变成自己棋盘上的死棋。端妃坐在那个高位上，成了甄嬛权力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甄嬛人性中最后一点温情消散的祭品。您看甄嬛转动佛珠的手，那动作稳得让人害怕，每一颗珠子转过去，都像是这紫禁城里一个人的命数。他在这一让一得之间，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子嗣，保住了自己的名声，更保住了这钮祜禄氏一族100年的富贵。这种博弈的终点，其实是一场关于舍得的哲学考卷。甄嬛舍弃了皇贵妃那个名头，她得到了整个江山的安稳；端妃得到了那个梦寐以求的名头，却舍弃了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和自由。这就是咱们老祖宗说的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可这德，在甄嬛眼里，那是可以包装、可以置换，甚至可以用来作为武器的工具。他通过这10几年的布局，把这后宫的所有规则都给重写了。在这新的一页里，她是那个慈眉善目、不争不抢，却能左右乾坤的圣母；而端妃则是那个被永远锁在延禧宫、锁在皇贵妃这个空壳里，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替别人看大门的牺牲品。咱们再回头看看那后宫里的小主们，那些个曾经想在位分上争个高低的，如今在哪儿？有的成了荒冢里的一抔黄土，有的在冷宫里发疯。只有甄嬛，她通过这种定向爆破式的让位，把所有的危机都引向了别人。这种智慧放在咱们现代社会，就是那些在风浪到来之前，早就把名下的重资产转移，只留着核心技术和信托基金的老狐狸。甄嬛就是这大清职场里最狠的那只老狐狸。她让给端妃的哪是位子啊，那是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而她自己已经坐着救生船到了那个叫寿康宫的世外桃源。这种终局的心理拆解，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于，端妃到死可能都没法去恨甄嬛，因为甄嬛做得太圆满了，圆满到挑不出一丝毛病。你想要名，我给你了；你想要孩子，我帮你养了；你想要晚年安稳，我让你做了最高位。这种让你不得不死得心服口服的手段，才是甄嬛最顶级的人际操纵术。他把端妃的所有价值榨干到最后一滴，连端妃死后的那点子余威，都被他拿来当成教导后人的模板。这哪是博弈，这是人性的凌迟。您各位坐在长凳上，咂摸咂摸这一辈子的起起落落，是不是也觉得这甄嬛的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刀尖而上的华尔兹？她之所以能跳得这么稳，就是因为她明白，这世上最好的东西永远不是那个最显眼的东西。在这红墙碧瓦之下，甄嬛用一个皇贵妃的位分，买断了所有的风险，卖掉了所有的旧情，最终换回了她一个人的独孤求败。当她在寿康宫里看着夕阳最后一点余晖消失在重檐之后，她心里可能也会想起当年的那个碎玉轩，想起那个想求一心人的单纯女孩。可在那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对权力的傲视。她赢了，赢得干干净净，也赢得冷冷清清。这整场关于皇贵妃位分的博弈，其实就是甄嬛在紫禁城里的最后一次自保与反击。她用最温柔的手法，做了最残忍的切割，把端妃推向神坛，就是为了把自己藏进暗影。这种从争到让的跨越，让甄嬛真正从一个依附于皇权的女人，变成了一个凌驾于权术之上的操盘手。这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一出戏的终局。在这深宫里，名分是给死人看的，权力是给活人用的，而这最后的赢家，
永远是那个看透了人心，却能把心藏得最深的那一个。您各位听完了这万字长文的拆解，是不是觉得这甄嬛的算盘珠子都快蹦到咱们心坎里去了？这人活一世，名利二字，有人为了名丢了利，有人为了利坏了名，唯有甄嬛，她玩的是以名易利，以虚控实。这哪是什么简单的宫斗啊，这是一场跨越了人生、伦理和职场的终极博弈课。